在我的演讲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在座的观众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困境，比如高考失利，比如相处多年的爱人不辞而别，比如人到中年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事业陷入了一个低谷，甚至停滞，这个时候什么能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呢？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旅行，有的人是阅读，有的人是运动，有的人是冥想等等。但我的答案是音乐。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很有震撼力的影片，美国奥斯卡的获奖纪录片《6号小姐：音乐将我拯救》。这部短片是以爱丽丝传奇一生经历为题材拍摄的纪录片。她是全世界已知的最年长的2战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爱丽丝的生活，因为犹太血统，她和家人在1942年到1943年相继被送入了这个纳粹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生活，我想大家通过很多的这个电影或者是书籍都有所了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种族大屠杀、超负荷的劳动，以及对失去未来和自由的恐惧，随时都萦绕在犹太人的心中。但是当时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犹太名人和知识分子是被允许作曲和开音乐会的，因为这个会作为纳粹政治宣传的需要，拍到短片里向世人展示犹太人的生活并不糟糕。这个爱丽丝，因为她有着高超的这个钢琴演奏的技巧，所以在这个得以在这个音乐会上弹奏钢琴名曲。在集中营里，她和其他的音乐家一起为纳粹士兵以及这个囚犯表演了超过100场音乐会。对于这个在集中营里面的表演经历，她自己回忆到，她说：“每当我知道有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音乐具有魔力。”那个能表演的场所能容纳150名观众，那些或年迈、或绝望、或被饥饿和病痛困扰着的人们，此时为了音乐而活。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食物，如果他们没有来听我们的音乐会的话，可能他们早就死去了，而我们也是一样。其中有一位纳粹军官，因为出于音乐对爱丽丝产生的感激，帮助她免于被送往了死亡集中营，而爱丽丝的孩子拉菲也在他的保护下得以存活下来。音乐让他们终于坚持到了走出集中营的一天。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音乐完成了对人性的慰藉和救赎。最让我感动的是在爱丽丝的身上，你丝毫感受不到那种经历了极度苦难以后留下的消极或是仇恨，相反，温和爽朗的笑容始终挂在她的脸上。她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深切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而这份力量的来源，用她自己反复提到的话来说，是音乐陪伴了她的一生，也拯救了她的一生。我是一名音乐老师，我教授过数百个不同年龄段和天赋迥异的学生。2014年的时候，因为一些生活的变故，我从北京带着只有50天的女儿回到了眉山。那个阶段是我人生非常低迷的一个阶段。嗷嗷待哺的女儿，还有许多需要处理的琐碎的事物，以及时隔多年后需要重新走入职场、重新面对社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等等。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整夜的失眠、产后焦虑以及生活突来的重击，让我的情绪也时常的崩溃。女儿60天的时候，我开始重拾我的专业，开始教授小朋友钢琴。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学生们不断的成长，他们的情谊不断的提高。每当我看到他们脸上纯真的笑脸，还有那些送给我的一些感谢贺卡，我觉得这些在潜移默化当中给了我很多无形的力量和内心的治愈。慢慢的，我觉得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在想，我是怎么从音乐里面得到这种支撑的呢？首先，音乐对我来说是一项专业技能，这项专业技能给了我经济的独立，让我可以更从容地去开展新的生活，去想去的地方，去看更大的世界，去结识更多优秀和有趣的人和事。其次，20多年的这个专业的艺术学习，让我
有更多的对于美的这种敏感，好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点滴的美好。这2点的结合，给我带来了很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也极大的丰盈了我的内心世界。其实，在生活中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那些热爱艺术、感情细腻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不容易被外界的声音所捆绑，更容易坚持自己的内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每个人身上压力都是很大的。作为孩子的父母，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一个集体的领导等等，每一个身份都是我们身上巨大的山。但是大多数人，他们的压力其实是无处疏解的。但是在音乐里面，我们是可以得到平静和放松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点开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在不被打扰的空间里面静静地休息半个小时，可能就是第2天你重新去战斗最好的补给。音乐不仅能改善我们的情绪，音乐的治疗作用也在加速的发展。研究证明，不论你是听到强劲的节奏，还是很柔和的开放和弦，它都会对你的大脑产生作用，而这个在其他动物的身上是不存在的。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大脑的伏隔核被激发，会触发存在于我们大脑腹侧的快乐物质多巴胺的释放。英国的布鲁内尔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音乐能使手术患者的痛苦和焦虑明显减低。通过对7000多名接受外科手术患者的随机对照实验，我们发现与未听音乐的人相比，手术后听音乐的患者，他们的焦虑和痛苦明显减轻了，而且使用止痛药的几率也更低。虽然确切的机制尚不是很明确，但是研究者认为，听音乐的时候会触发大脑内阿片类物质的释放，这个是我们人体天然的止痛药。音乐的力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也延伸出了一些创造和谐、感同身受以及更重要的生存的需要。音乐的这个治疗在美国是1944年建立学科，发展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的音乐治疗呢，是起源于80年代。美国的音乐治疗学家刘邦瑞先生到中国讲学，使国内的学者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美国的音乐治疗。1989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以后，变成了就是国内外音乐治疗连接的一个纽带，也加速了中国音乐治疗的一个发展。1995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加入了世界音乐治疗联合会。至此，中国的音乐治疗开始与世界接轨。1999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治疗的研究生，确立了音乐治疗的学科教育。其实不光是有这些官方的发展啊，就是很多民间的实践活动也在很积极的开展。比如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由万物生音乐健康工作室集结美国音乐想象协会认证治疗师发起的一项为援鄂医护、新冠患者以及普通大众推出的不同种类的音乐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旨在更好地帮助人们解决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种种压力，以及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照顾我们的情绪，与自我内在积极正性的部分形成连接。好，刚刚那个主持人问了一下，我们现场还是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名钢琴老师，所以我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成年人如何去开展学习，更好的学习一门乐器。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段子，问成年人能不能学钢琴，能不能学好钢琴？答案是不能，因为你的爸妈已经打不过你了。啊，因为这个家里有学琴、有琴童的家长肯定深有感触啊。小朋友学习几乎都是被打出来的。那么成年人怎么样更好的去学习一门乐器呢？首先，学会去拥抱音乐，去愉悦自己而学习。因为我们成年人最大的一个学习的问题就是急功近利，心急看到成果。作家格拉德威尔在他的这个《异类艺术》当中提出过，若你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的专家，你至少需要1万个小时的学习和锤炼。我们应该放平心态，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专家，我们的目的是感受音乐，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得到释放，得到提升，得到陶冶。第二点，要保持热爱，享受这个过程。大家想想，你们从小到大那些坚持下来的事情里面，是不是那些你真正热爱而且不求回报的事情，才会让你持续的、主动的去做？第三点，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学习。我们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有一些那个学生会问说，哎，我都40、50了，我学钢琴，我这个手型漂不漂亮？好像不标准，我的五线谱我不会认了，我只会认简谱等等。其实大家不用去纠结，你到底是不是专业？你应该先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个演奏技巧很高超的一些演奏家，他们大多数都是童子功积累来的啊。因为小朋友的这个手指的灵活性和动作的模仿能力是远远强于成人的，但是很多技巧其实成年人在之后经过学习是可以获得的，只是在学习初期，我们不建议大家过分的去纠结这个基本功，应该多去接触那些好听的、易上手的曲子，让你产生更多学习的乐趣和兴趣。最后，要用积极的方式去展示你的学习成果，哪怕是很微小的进步，从别人的反馈中获得成功的体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而这个会驱使你不断的、主动的、坚持的去学习。纽约大学的心理认知教授加里马库斯，在他40岁的时候，用了18个月的时间，拿起吉他，用自己做了一个实验，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在40岁的时候，从零开始学习一门乐器。这个经历也被他详细的记入了《零起步学吉他：新的音乐家和学习的科学》这一本书当中。结果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年龄，只要你有正确训练大脑的方法，并且付出专心、专注和耐心，你就能学会一样新的技能。所以，朋友们，勇敢地开启你们的音乐之旅吧。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日本小提琴家武岛律的一句话。他说：“当音乐作为职业，的确会有专精之分，但当音乐只是音乐，它便要歌颂生命。”所以，不管你现在身处怎样的境遇，希望音乐能温暖你的心，给予你无穷的力量。幸好还有音乐，让我们不会感到孤单。谢谢大家。